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富得流油的克拉玛依。来到这里感受啊，就是非常晒呀，很热。我看天气预报说36度，我估计呢，差不多有将近40度了。大家看一下，百里油区，欢迎您，这里也是一个百里油区观景平台。因为克拉玛依啊，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石油工业城市，那么这里呢，石油开采非常多。这里写了一个百里油区，就证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，有上百里的石油开采区，包括我们现在站的两边呢，都是那些磕头机在采油。我们从那个进入克拉玛依开始，一路啊都能看到磕头机。这一块的磕头机啊，我估计现在数都数不清。这个百里油区呢非常有名啊，它是我们国家最大的石油开采地，就是石油基地嘛。我们前段时间去玉门看了一个石油，那个地方呢现在算是枯竭了，然后慢慢衰落了，而克拉玛依呢还没有，还能开采很多年。现在呢我们就来这个观景平台看一看，顺便介绍一下这个百里油田。这里有百里油区的概况。克拉玛依油田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的长子，油田作业区呢是位于准噶尔盆地的西北缘。其实准噶尔盆地啊，应该说是一个宝藏盆地，它的西边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块的百里油区，而它的东边呢又是那个煤田，一边是煤田，一边是油田，这个是绝对的宝藏之地。这个百里油区由南到北全长150公里，因此得名百里油区。所以呢，我们由北向南，只要进入到克拉玛依的那个区域啊，一路都能够看到抽油机，就是我们俗称的磕头机，一直在运行。目前呢，百里油区啊有很多炼油厂公司在这里作业，原油产量呢占到新疆油田的总产量60%。其实呢，克拉玛依油田呢应该也算是新疆油田，只是说它这个地方在克拉玛依，所以呢大家习惯说克拉玛依油田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，应该是说在百里油田的中心区，所以为了让大家观看方便，就在这里啊设计了一个观景平台。只要走入到平台上面呢，能够瞭望远处，可以看到戈壁滩上一望无际，气势恢宏，抽油机呢日夜摆动，宏伟壮观，输油管道啊绵延百里，宛若玲珑，灯塔呢巍然屹立，灯火通明。我们现在呢就去这个观景平台上面看一看。百里油田是说的这里的油田长度达到150公里，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呢叫做白碱滩区。白碱滩呢得名是1956年，当时的石油工人呢来勘探找油，看到这附近的戈壁滩上啊遍地白茫茫的盐碱，于是呢取名叫白碱滩。在1956年10月份，这里的一个井啊投产，初期日产呢达到16吨原油，是白碱滩投产最早的一口井。12月份呢，探明白碱滩为克拉玛依重点含油区之一，含油面积达到290平方千米，是我国发现大气油田最早的油气田。说的通俗一点，这里曾经呢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油田。从此呢，白碱滩这个传奇而豪迈的名字呢就诞生了。1958年9月份，白碱滩190号井正式投产。这里现在多少井，反正我是看不出来，那个抽油机是密密麻麻的，数都数不清。最高日产原油呢达到260吨，是当时全国绝无仅有的高产井，被誉为王牌井、英雄井，引来了无数关注的目光。百里油区观景平台，走上去看看，上面呢就能够很好的看到远处那些磕头机啊。磕头机只是我们的常说法啊，因为确实它如果动的话，就感觉像是在磕头。它其实是叫抽油机的。这边是太晒了，本来呢，克拉玛依附近呢有个魔鬼城，我准备去看看的，但是后来查了一下，说白天的温度地表啊能够达到60多度，这个就太恐怖了，我就不敢去。如果要去的话，可能就是快日落的时候再去里面走一走，还是可以的。那里面呢，应该说是跟这样的土地一样。我在营地啊碰到一位那个人呢，他说那个就跟黄土高原一样，而且呢这边呢
基本上是平原，那个是暴晒，晒一天太热了。大家看看，这个就是戈壁滩一样，所以非常炎热。从早上9点到现在11点钟，我差不多喝了3瓶水，完全是靠水罐子，因为太热太干。克拉玛依作为北疆之地，我没想到它有这么炎热，可能它的海拔相对来说比较低吧。其实这个时候啊，南疆是非常炎热的，你像吐鲁番，听说能够达到45、6度。不过好就好在呢，它这里是稍微干热，你只要一直喝水呢，还可以。那就是采油机一直在工作，我们常说的磕头机，一路都能看到。只不过呢，这里应该是最多的。大家看到，只要是采油机，旁边就有那个电线杆，因为它这个是属于24小时工作的，所以呢，电力一定要保证充足嘛，那就电线杆就有了。它这个深度不知道有多深呢，反正看资料说，这个克拉玛依油田这一块呢，那个还是属于浅油区。浅油区的话，到达油层的话，大概是1000米，而深油区呢，可能4、5千米，这个算是非常深了，还是有点高啊。这短短的几平方米就有3台抽油机在工作，然后不远处呢，应该属于那个炼油厂吧，好像还有一个灯塔，它好像每个炼油的地方有个灯塔。来到了这个观景平台，才发现视野是真的好啊，因为这边都是平原，就这里有一块山头，所以看远处呢看得特别清楚。你看下面密密麻麻的磕头机，真的是非常壮观了。然后那些输油管道就像龙盘踞在大地上面，大家能看得清楚吗？真的是一望无际，全是那个磕头机在这里，太多太多了。你看那些磕头机，然后产出来的原油经过这些管道，一直到上面到达那个炼油厂。那炼完油之后，可能是不是通过那个油罐车运送走啊？我刚才在路上行驶的时候，看到很多油罐车进入到这些工作区里面去了。这个百里油田是不是非常壮观呢？看到这些磕头机，感觉有一股自豪感呢。百里油机看完了，现在准备去下一个地方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克拉玛依的黑油山景区。前2年我们在重庆看到有一个地火村呢，包括现在还存在，就是在地表上面那些火啊，几十年不灭，也就是说地下呢有天然气。而这个地方呢叫做富得流油，就是在地表上啊有很多那个原油啊一直往外溢出，还会冒泡，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？那同时呢，克拉玛依这是一座工业城市，一座石油城市，它就是因为这个黑油山才有了这个城市。现在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个是景区的入口，上面有一个1955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因为啊1955年在这里呢钻出油的日子。可以这样说吧，在上个世纪1955年，在荒漠戈壁中发现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。所以说，如果没有黑油山地区的石油矿藏，就不会有克拉玛依这座城市的存在。正是因为呢有了石油，才有了克拉玛依。现在发现挺有意思啊，他们的游客服务中心这些房屋全是用那个油罐做成的，因为油是用油罐装嘛，从而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。它这个门票是40块钱一个人。这个是采油机啊，我们常说的磕头机，在那个白碱滩那边呢特别多，上百公里都是这种机器啊。其实这个黑油山呢，就是在戈壁滩上面一个小山坡，它并不是我们平常看的那种山，它是因为石油常年外溢而形成的天然的沥青丘陵。是世界上仅有的油苗露出地面的地质奇观。说的通俗一点呢，就是在这个地方
长年累月这个石油沥青流出来，然后呢，这是戈壁滩，有风带上沙子吹过来，这样就慢慢的形成了一座小沙丘。克拉玛依和黑油山血脉相连，如果没有发现黑油山地区的石油矿藏，就不会有克拉玛依这座城市的存在。按照地质专家介绍，黑油山溢出来的是来自2亿年前生成的石油。100多万年前，由于地壳运动，原油受到地层压力的影响，慢慢的溢出地面，形成了大小不一的油泉，最终形成了现在地表如蜂窝、凹凸不平的小山丘。在黑油山上面一直都有原油往外溢出。据统计呢，黑油山上面高低分布着100多处油泉。我们常说的石油，其实也可以称之为原油啊。来到黑油山，第一眼看到就有了这个黑色的，就是石油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附近有很多山丘，其实很多地方啊都会有石油冒出来，所以经常说富得流油就是这个地方。克拉玛依可以称得上是富得流油，它也是被称之为我们国内最富的城市，就是 GDP 最高啊。这个地方以前不知道有没有磕头机啊，因为正常来说有石油的地方应该就会有磕头机。这个泉眼大呀，还能看到一些冒泡的地方，看那里就有冒泡的，这些都是溢出来的。我来用手碰一下，来看看有多粘稠。看一下，非常粘稠啊！原油就是这样的，好浓的那个沥青味。它这里的泉眼太多了，不过呢有大有小。你像这个，它那个往外冒油的话就比较多，有2处缺口溢出去了，这一块跟这一块，所以这里称得上是富得流油。你看泡沫，那个油泡啊一直在往外，就证明油啊在往上涌。它这个地方如果不是溢出去了，估计呢都能装满了。又看到一个原油区了，好浓的沥青味啊！在这个小山丘，像这样的泉眼有上百个。我们经常说泉眼是流水的，而它这里呢是流油的。那么大家都会有疑问，这个地方既然是富得流油，石油都溢出来了，怎么不开采呢？其实呢，这个还是有原因的。尽管说当时的第一口油井是在黑油山这里弄出来的，但是后面呢也发现它这边呢油的质量可能说一般，或者是说储存量不是太大，所以呢后面就没有开发。在我们前方那边的白碱滩呢，发现了更多石油的那个存储地，于是呢就在那边大力的开采，这边呢就慢慢的存下来，后面变成了一个景区了，到处都是啊。在上个世纪55年之前，这里呢完全属于戈壁滩，但是呢正是后面发现了油田、石油，这个克拉玛依才出现，才兴盛。这边呢就是克拉玛依的城区了。这个地方有很多静电呢，我刚才没注意，摸到上面被电了一下。在这一个地方都有好几个泉眼，你看那一个也是溢出来了。在这里能够看到一直有气泡，就证明底下的原油一直在往上涌。这些都是溢出来的石油。这里大大小小泉眼有上百个，而最独特的就是眼前这个叫做跳跳泉。
什么意思呢？只要我们人呢站在这里跳一下，它这个泡泡呢就会越来越多啊，中间全是泡泡，所以这个比较有代表性啊。它其实这个是通过振动压力传导作用。其实它这些泉眼基本上每个都可能会，只不过呢，它泡泡大小的问题。这个就跟我们煮菜一样的，冒泡了，水开了。我们经常说的富得流油，在这里呢体现的淋漓尽致啊。就是说，石油不用开采，自己呢往外冒。这里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泉眼，在旁边呢还修筑了一个雕像，这个雕像也是有含义的，就是说这个人呢最早发现这里呢有石油溢出。为什么会说最早？因为这里以前是一望无际的戈壁，那基本上来到这些地方，要不是放羊或者放牧，或者说无意中来到这里。然后当时他看到有黑色的溢出，他一开始呢也不知道是石油，只不过呢他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奇特，是大地上涌出来的，就带回家。结果发现呢这个能够点燃呢，于是呢他就发现这个东西比较我们说的能够改善生活，他就经常来这里打油，然后去集市上卖，然后他的家庭生活呢就越来越好。那么后面人呢为了纪念他，就是在这里修了一个雕像。在大西北，很多牧民啊，他们是能歌善舞的。这个葫芦不知道是不是当年他那个打油的工具啊，骑着一个毛驴。百里油田和黑油山我们就看完了。正是因为有了石油，才有了克拉玛依。希望以后变得越来越好。假如说有人问你富得流油是不是真的有，你来克拉玛依真的就能看得到。